各位網友，大家好啊！玩書走天涯，走進歷史，繼續走出現實啊！就在剛剛過去啊，即將過去的2025年的現實中間，加拿大啊，恭喜加拿大獲得了第2名啊！什麼數據呢？就是個 OECD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啊，這個38個國家這個數據對比，加拿大獲得了第2名啊！什麼數據？就是房價與收入的比例啊，以135啊這樣一個數據啊，力壓美國啊那個獲得第2名啊。我們看一下這個 OECD 啊，這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38成員國有哪些啊？首先是歐洲有23個啊，這個發達國家23個啊。你像這個什麼羅馬尼亞還不在裡面啊。美洲有6個，美國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智利、哥倫比亞、哥斯達黎加啊。亞太有5個。日本、韓國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、以色列啊，就是說這 OECD 的38個國家基本上涵蓋了全世界的發達國家啊，是吧？這個是吧？你不能跟非洲比嘛，是吧？加拿大你這發達国家比嘛啊，你搞第2名，這個很不容易了啊，這個點讚啊，尤其跟這個過去的自由黨的10幾年的執政，加上現在卡尼啊，今年上台之後的這個繼續執政，哎呀，厲害，搞這第2啊，不錯啊。我們看了一下個數據啊，這個叫什麼呢？這個葡萄牙那是第一，158。哎，房價除以收入158，這需要158個月的這個收入才能買到房子啊。這個美國是130啊，澳大利亞122，英國是105啊。這些傳統的高房價國家，終於被這個加拿大壓下去了啊，這個人厲害啊。當然，我們也可以看看這個差生做的比較差的啊，芬蘭81啊，日本112啊，日本過去據說是失去了30年，哎，人家還112，哎，你這135那厲害得很了啊，德國107啊，法國94是吧？都說法國人家是吧？這個一年上班，这個據說這1年時間，這一半時間要麼在這個上班的路上，要麼在這個要麼在休假的路上，要麼在這個休假的是吧？啊，人家都不怎麼工作的就搞了94啊，加拿大人這麼努力啊，是搞了135啊。我們看一下啊，這個經合組織啊，國家的房價收入比指數呢，那麼這些數據啊，加拿大呢不僅遠高於經合組織116的平均水平，哎，那這個它是平均水平，它已經超過了啊10%左右了啊。這次獲得亞軍啊，地位絕非偶然。完說待會兒跟大家細數道來啊，而是10年間啊，這個加拿大的需求側啊，這個刺激經濟啊與供給側這個官僚束縛共同作用的一個必然產物。哎，那這個成績難得啊。我們首先看一下啊，在一個泡沫經濟下的財富幻象，讓年輕人購房已經成為一種奢侈的夢想了。那麼這種高昂的房價收入比背後呢，隱藏着深刻的階級固化，是吧？雖然今年這個溫哥華和多倫多的房價雖然近期有所回調啊，但這種回調呢是在價格已經翻番的基礎上的小幅修正。我們說這個房價收入比呀，我們並不是說這個房價是多高，只是說你的收入太差了，對吧？你收入高，那個比例就下來了嘛，对吧？你收入低的話，那这個比例就高了嘛。所以它是一個綜合因素，很好，這個比值，是吧？你要是看按房價比，那可能像這個加拿大也可能排不到前面啊。你按照收入比，收入在下面，那對不起，你2個一交叉，咔嚓就比下去了嘛，是吧？我們看一下加拿大的房地產對 GDP 的貢獻，在過去的10年間顯著上升，到2025年，住宅投資佔加拿大 GDP 啊高達6%，而美國是3%，哎，你比美國老大哥又高了1倍啊，厲害，點讚啊！這種資源錯配不僅推高了房價，更導致生產力投資的枯竭，是吧？當一個國家的資金和勞動力啊，是吧，高度集中在這個低效率的建築行業時，那麼另外你的技術創新、出口競爭力必然受損嗎？這種以房立國的模式啊，成功的讓加拿大在房價虛高的領域獲得了世界級地位。點讚，哎呀，卡尼牛啊，自由黨你們他媽的真牛啊！代價卻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結構性脆弱，對不對？你只有這個結果，是不是啊？我們看看這個到2025年第2季度，加拿大的家庭信貸市場債務總額達到驚人的3.07萬億加元，
更為嚴峻的是，加拿大的家庭負債與可支配收入比率達到 174.9%啊，這意味着加拿大人每賺1加元就背負 1.75 加元的債務。那麼相比之下呢，美國和德國這一比率僅為100%左右，人家賺1塊錢是賺1塊錢背1塊錢，你賺1塊錢背 1.175， 或者利益這流啊！回顧啊，1980年，加拿大人的債務負擔僅為收入 66%。但是你自由黨執政的10年裡，這個指標加速衝向歷史高點，刷刷刷，那個速度快呀，好啊！目前呢，僅略低於這個2021年創下歷史極值，對吧？那這個比例厲害，我們再看在一致商業投資方面，那裡也表現卓著，就是怎麼樣把個商業不讓它搞好，搞差，那你這個牛。加拿大不僅在住房債務上追求亞軍，在抑制商業投資方面也表現得異常高效。目前加拿大企業的平均員工投資額僅為美國的1半，包括股息、個人所得稅在內的總的分配利潤稅率上面，加拿大位居機器之首。就收稅你挺會收，這種極高的稅收負擔，加上的这個加拿大的各省之間的貿易壁壘。相當於20%關稅了，就是你省與省之間，你也還搞關稅，你像那國與國一樣的，是吧？這個複雜的跨境行政成本也是全球排在第51位，使得眾多資本紛紛逃離加拿大，轉而尋找更具活力的市場。這個方面你表現得異常高效，這個是社會主義的特色啊，所以我認為加拿大這個是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了啊，這個繼續點讚啊。再看我們的混亂的移民啊，加拿大最近幾年啊，尤其在2023年，加拿大的人口增長 3.2%， 增加了 127.1 萬人，相當於1年之內增加了一個卡爾加里的規模，是吧？其中 98% 的人口來自於國際移民尤其是印度整村的過來，是吧？那麼非永久居民的數量在2024年10月份達到了峰值，占總人口的 7.6%。這種激增並非基於對國家承載能力的一個科學評估，更像是一場盲目的這個社會實踐就是拍腦袋工程是吧？大量的留學生和臨時工的湧入虽然填補了低端服務業的這個空缺，但卻對租房市場產生了毀滅性打擊。那他沒幫助要房子住就是房租上的，所以造成的嘛。這個房價，這個建築商也都開始建房現在既然你有需求嘛，我就建，是吧？推高房價了，是吧？我們數據表明非永久居民中間有316每千人採用了租房，這種需求的集中爆發直接推高了各大層次的租金，並導致失業率在2022年到2024年上升了1個百分點。我們再來看看加拿大政府的。他們標榜的95萬個新職位看看他也更牛是吧？從2015年到2024年，加拿大的公共部門，包括聯邦、省和市3級，增加了95萬個工作崗位，占同期全國總就業增長了 30%， 這厲害牛。那公共部門的年均增長率達到 2.7%， 而私營部門呢，對不起，只有 1.7%。在聯邦層面，公務員人數從2015年的 25.7 萬人飆升到2024年的 36.8 萬人，增幅達 43%。尤為諷刺的是，這種增長主要提升在什麼公共行政領域，過去10年淨增的什麼公共行政人員達 32.8 萬人，這部分人既不提供什麼醫療服務，也不建設基礎設施，而是致力於制定更多的法規和流程，把加拿大人綁得更死更要命，不讓你不动都不能动，從而進一步的阻礙了私營部门的生產力增長這個樞密院這個辦公室PCO 的人數在10年間翻了1倍，從727人到了1288人，增幅達 77%。儘管公務員人數激增，但服務質量卻顯著的下降。你這管理的好據這個麥克唐納勞里埃研究所MLI 的研究表示自2015年以來政府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每年下降 0.3%， 穩步下降，而私營部門則增長了 0.5%。你看還是靠市場經濟，看是吧？靠老百姓自己的自動自發。到2024年，公共部門的生產力略是已擴大至 4%。然而，這些低效率的雇員卻享受着比私營部門高出 27% 的平均的時薪溢價。這個家裡不用上班也可以工作，對不對？工不工作都無所謂，是吧？以及更豐厚的養老金和更早的這個退休年齡。我還說之前講過嘛，一個到了加拿大的 arrival
，Canada 的一个什麼這個入境登記，他搞了6000萬加元，玩出去搞6萬個夠了，他6000萬啊，一個小程序信息輸入系統啊，是吧？啊，這大學生都可以幹的事兒啊，好不好？這種機構性的臃腫不僅浪費了320億加元的潛在 GDP， 而更導致民眾對政府信任全面崩潰。哎，玩書點讚，搞垮加拿大，卡尼政府又要記功啊！我們看看這個數據，2014年到2024年間，加拿大的實際人均 GDP 增長僅為 1.1%， 在經合組織的38個主要高收入經濟體中間，這一表現排在倒數第2。所以那個指標你排第2，那個也是眾望實歸啊，僅略好於這個盧森堡啊。相比之下，在同期的 G7國家中間，歐盟和經合組織的平均增長率都在 15% 左右。加拿大不僅是沒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啊，而是被全球競爭甩在了最後。哎，你排名在最後，哎，你卡尼每天吹自己還是經濟什麼時候政績有政績，哎，你政績到最後啊。你的政績什麼政績呢？就是簡單的算術遊戲。在過去10年，加拿大經濟的增長了 15.3%， 人口增長 13.2%， 所以加拿大的總經濟 GDP 的增長的 89.4% 靠人口驅動的。你還是靠你沒有移民，你還更不行，對吧？你下移民來也不行，不移民也不行，你都沒別的招。說白了，就是老子一團亂麻，哎，一團漿糊啊。所以說呢，這個政府啊，忽視了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的這種停滯，只是在胡亂的移民，導致加拿大工人的平均產出增長在2014年到2023年間僅為增長了 0.1%。總結一下啊，玩書總結一下啊，下一步加拿大加碼啊，從第2名向第1名衝刺啊。通過以上數據，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加拿大在自由黨的執政的10年中的壯舉，它成功的在房地產泡沫和房產收入比上面獲得了全球啊，就是我們說的38個啊 OECD 的亞軍，在家庭負債和及其內部的人均 GDP 停滯上面佔據了領先地位，在公共部門的膨脹速度和效率低下的反差上就刷新了新的紀錄。所以在自由黨下面啊，自由黨的統治之下啊，加拿大人完成了一項堪稱史詩級的制度創新，也為加拿大人民點讚啊！你們選出一個好的自由黨啊！他們把房子從生活資料改造成財政工具，金融資產和人口調節法，哎，房子來去調節啊，房價也高，收稅高嘛，對不對？那是做的躺平賺錢吶，加拿大人牛啊！在低利率時代，房價成為刺激經濟的萬能按鈕啊，按一下。地方政府靠土地和開發費續命，銀行靠這個房貸擴表，政客靠房價上漲的等於經濟繁榮的幻覺啊，贏得了選票。這個傻帽的加拿大人，你們再選的卡尼繼續好不好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啊！而普通人，你們就背上了負債啊！房價漲得越高，你系統就越穩定。當年輕人買不到房 ，GDP 數據你再怎麼漂亮，當一個加拿大有人開始已經是吧，什麼回流了，什麼撤了，你加拿大往還怎麼混吧？加拿大人啊，做了一個相反的選擇啊，當然主要是政府啊，哎，他們你看我們前面38個 OECD 國家，並不比加拿大更加的資本主義，也不比加拿大更缺土地。區別在於，他們把住房當作了居住問題，而不是政策的一個套利工具。所以第2名已經到手，第1名還遠嗎？指日可待啊！站在今天回看，加拿大的135這個數據並不是意外，而是邏輯的終點。當一個國家長期選擇用資產通脹掩蓋收入停滯，用移民數量代替治理能力，用口號代替執行，用未來的承諾對沖現實的失敗，那麼房價失控不是風控啊，不是風險，而是必然。葡萄牙第1名沒關係，加拿大人已經證明了自己的潛力，只要再努力一點點，再拖延一點點改革，再回避一下現實，再多一點鈔票，多一點口號，第1名指日可待。以上講的不對地方，請大家和玩書互動打在屏幕下方，謝謝大家。